今天呢，我们来讲一本藏地奇书。西藏的一名喇嘛呢，罗桑在其导师的领导下呢，找到了布达拉宫下的远古洞穴。据说这个远古洞穴中藏着大量的地球初期的知识以及制品，其中还有关于史前文明的内容。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第五度空间》。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布达拉宫的地下洞穴。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在西藏呢，有位著名的喇嘛，在他7岁的时候被预言是佛的转世。这位喇嘛呢，叫做罗桑。在他年轻的时候呢，曾在西藏的一所医学院查克波里斯跟随他的导师米亚唐达普喇嘛学习。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他求学的阶段了。有一日呢，米亚唐达普喇嘛就给罗桑带来一个消息至尊喇嘛呢允许他告诉罗桑呢有关于西藏先民洞穴的事情。他轻声地说我们这几天之内呢就要组织探险队呢去一趟。当时的罗桑听了兴奋至极，并且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觉得自己好像要去一个从前就知道的老地方。而米亚唐达普喇嘛呢就留意地看着他说他说罗桑我像你一样也受到过特别的训练，也有特殊的经历机会。我的老师早就去世了，他的躯体呢至今仍然存放在金木之中。我和他曾多次旅游世界各地。现在你做好了我告诉你我之前发现远古先民洞穴的经过。在米亚唐达普喇嘛还是个年轻的小喇嘛的时候呢，他曾和他的导师以及其他3个年轻的喇嘛呢一起在布达拉宫附近游历学习。几个星期之前呢，他们就听到在布达拉宫不远处有一声很大的巨响，紧接着呢有大量的落石。于是他们就前去调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5个人在几天的时间里呢，就绕着山区的一块掉落的大石的基底呢徘徊，就住在了山里。第5天的一大清早呢，米亚唐达普的导师就醒来了。他说他看着他好像又有没睡醒的样子，有点恍恍惚惚的。几个人和他说话呢，他也不回答。米亚唐达普当时就非常担心怕他生病，想着他们是怎么样才能够把他带离这个山路，下山回到安全的地方。忽然之间呢，他的导师就好像被某种力量控制住了一样，行动呆滞，挣扎地站了起来，跌倒了呢又站直，跌跌撞撞就微微颤颤的，像是一个出神的人一样。他向前走着几个年轻的喇嘛害怕又颤抖的就跟在他的身后。他们爬山的时候当时有一连串的那个小石头像雨点似的就从山顶上落下来，打在众人的身上。终于他们爬到石堆的顶上的时候站在上面四下张望。米亚唐达普当时就觉得非常失望眼前看到的呢都是一些大石一般的小山谷，很明显呢这里是落石的来源，大概是石崖断裂或者是地震呢使部分的山边的岩石掉落，而阳光下呢那些新近露出的岩石上有着很大的切裂的痕迹。当时米亚唐达普呢就觉得很不耐烦转过头去，觉得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只是一次较大规模的落石而已。没有想到他的导师却是怪怪的，并向山边走去。当时年轻的喇嘛们无能为力地看着他慢慢地爬下山边，走向布满岩石的小山谷底。几个人不情愿的只能跟着他，分分秒秒都担心自己从危险的地段滑落。那这位导师在下面却丝毫不迟疑地向前走，他穿过了一条石路呢，一直走到了山谷的另一边。他们就赫然发现他居然向上开始爬了，手脚并用。不一会儿呢，他们仅仅只是在他的后面就落下了几里的距离，转眼间居然就看不见导师了。几个人勉强跟进呢，也别无他法在这种情形下呢，总不能回去报告说我们的导师向高处爬走了。而我们呢，因为害怕不敢跟随下去。虽然山路呢爬起来真的很危险，但是米亚唐达普呢当时说他选了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率先向上爬。一路上呢全是坚硬的石头，空气也很稀薄。不久呢，他的呼吸就开始急促起来，肺部也感到火辣辣的痛。就在这时候，他向上打量的时候，猛然就看到自己的导师的黄袍呢在高处一闪就不见了。于是没办法呢，他们只好面向山壁继续努力向上爬。他的同伴呢也像他一样勉强在后面跟着。最后米亚唐达普他们向上摸索，终于爬到了顶端，发现上面是一块平地。一眼打量呢，这块平地大约有10尺宽。但是他来不及研究这个问题先反身跪下去帮其他的一个同伴上来。很明显的，这块平地是因为石头落下去而露出来的。仔细向山壁看去呢，发现那些石墙上好像有一条裂缝，但是从他们所站的位置看来呢，那个裂缝就像是一个影子或者是暗色的地衣而已。于是几个人不约而同的就走上去想要看个究竟。发现那里果真是一条巨大的裂缝，大约呢有2尺半宽，5尺高。但是四处却没有发现老师的踪影。米亚唐达普后退几步呢，上前看看老师有没有继续向高处爬，但是看不见他的影子。他就向那个裂缝里往里探，里面是一片漆黑，
于是呢，他就弓着这个身子一寸一寸的向里面挪，走了大约15尺远呢，通过了一个极窄的转弯呢，他就看见了光，一种银白色的光，比较皎洁的月光的那种亮光。在此之前呢，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光。他还发现这个洞十分的宽敞，但是因为顶上太暗呢，所以他看不见洞顶。这个时候呢，同伴也从黑暗中的裂缝挤了进来，大家都撞到一起。不久之后呢，4个人就呆立震惊地站在那儿，看着眼前的奇异景象。这种景象呢，任何一个人看到都会以为自己的眼睛有问题，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山洞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厅，它向里面伸展，好像山是真空的一样。那种光泽呢，到处都是，有几个吊在黑暗洞顶上的球体发出来的。厅里面到处都是一些奇怪的机器，几个人呢无法想象那些到底是什么机器，甚至从高高的洞顶上呢也掉下一些仪器和设备。米亚汤达普惊讶的就发现呢，有些仪器的表面上还盖着极其透明的东西像玻璃一样。那个时候呢，他们全然已经忘了要找老师这回事儿，所以当导师突然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全都吓了跳起来。导师看到他们直愣愣的眼光呢，面如土色的表情就哈哈大笑起来。这下几个喇嘛才发现导师已经脱离了那种怪异的状态。几个人一起私下张望那些奇怪的机器，对他们来说呢，那些机器没有任何的意义，它们只是一堆金属构造组合成的奇特样式而已。那位导师走进一块很显然是建在这个洞穴石壁里的黑色墙板，当他的手伸出去摸它表面的时候呢，它突然裂开了。几个人大眼瞪小眼，只是觉得那个地方都充满了魔法，或者呢是他们掉入了幻象的陷阱里。导师警觉地向后跳，黑色的墙板于是又关上了。有个喇嘛呢就大胆地伸出了手，墙板又开了。这个时候有股神奇的力量就强迫他们向前走，反抗无用，于是只好就被迫进入了墙板之路。里面是黑黑的，就像是隐居的石室一样黑。于是他们仍然被迫地向前走了好几尺，然后才得以坐在了地上。有一段时间呢，他们害怕地发抖，后来无事发生呢，几个人才勉强镇定下来。突然呢，他们就听到了一连串咔咔声，好像是金属碰撞相刮的那种声音。慢慢的呢，几乎无法察觉。而黑暗中呢，一团雾呢就凝聚在了几个人的面前。刚开始的时候呢，只是蓝粉色的光，好像精灵一般在凝聚形成。然后呢，这团雾气的光散开来，也亮了许多。他们才看见在这个大厅里面的一些不可思议的机器和外貌。除了他们坐着的中心之外呢，到处都摆满了机器。光线呢自己投射进来，扭曲变暗，然后又亮起来。最后呢，它就形成了球状，不再变动。米亚汤达普呢就对这些古老的机器在几个世纪之后慢慢的转动有一种奇怪而无法解释的感觉。5个人在地上挤成一团，好像被施了咒语一样。忽然之间呢，米亚汤达普的脑子里有点不同寻常的动静，好像有一股特殊的能量呢连接上了自己。在球状的光线中呢，他们就看到了影像。刚开始呢还有点模糊，很快呢画面就清晰了。紧接着呢，他们不再看到画面，而是看到了各种活动着的场景，仿佛是一种全息影像展现在了他们的面前。那说到这儿呢，米亚汤达普又叹了口气清了清嗓子，他就告诉罗桑说他说这些东西也许你不久之后也会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他说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几千年前世界上曾有一族高等文明的人，那个时候呢，人可以坐上某种机器，抗拒地心引力在天空中飞翔。他们也发明了可以把一个人的思想印在其他人心上的机器，这些思想呢可以用画面展现出来。他们也有核子分裂的知识。最后呢，一颗核弹爆炸毁灭了世界，使大陆板块呢沉到了海底，而海底升起呢，世界就毁灭了。所以呢，世界上每一种宗教都记录了大洪水的故事。而罗桑这时候就打岔到说那我们也可以由意境看到这些吗？那何必还要去冒险爬山呢？我们只要坐在这里打坐休息，用意念去观看，就可以很容易的经历所有的过程了呀。而米亚汤达普说不错，我们是可以通过星光体出游或者是意念呢去得知这一切，但是我们只能够看到，而没有办法实际去触摸。我们也无法多带走一件衣服或者是一朵花回来。同样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仔细的检查那些在山洞中存放的机器。所以呢，我们不久呢就会去那个山区，而且呢，我们会仔细的去查看那些机器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于是这时候呢，罗桑就大呼世界的神奇，并感叹呢，只有在西藏才能够看到这些独特的奇景。可米亚汤达普却反驳了他的观点。他说，在埃及的某处呢，有一个和这里相似的石室，另外在南美洲的某处呢，也有一个石室里装着同样的机器。这些石室呢，是由古代的先民所封，留给恰当的时机呢，让后代的子孙寻获这些人工制品。
他和自己的导师那一次呢，是因为突然的落石的意外而打开了在西藏石室的入口，在里面呢，他们再度证实了其他石室的存在。可惜现在呢，还不是最恰当的时机。不久之后呢，包括罗桑在内的7个人他们再度出发，想要再去远古先民的洞穴去一探究竟。据罗桑与米亚汤达布喇嘛一席谈话之后2个星期呢，他们就准备启程了。他们将要爬过高山，路过鲜为人知的峡谷以及危险的峭壁和通道。米亚汤达布喇嘛要罗桑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去往洞穴的详细路线。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呢，洞穴的正确地点已经详细的画在了纸上，还加注了详细的解说。老师就说等到时机成熟呢，自由人士就会找到这个洞穴的。于是呢，一行人由查克波里斯慢行下山，沿着通往布达拉宫宝石公园的公路走到了渡口。船夫正在岸边等候着，那是用气吹的犁牛皮筏带众人到达对岸。一行7人呢，要渡过勒河呢，可得花不少的时间。最后呢，他们终于站在了对岸齐聚，开始向西南方向进发。他们的肩上呢，都背负着包裹、食物、绳索，每个人都多带了一件袍子和几样金属工具，一直走到太阳下山。天暗下来呢，周围黑漆漆的也就不方便再走了。他们才停下来找了个地方，吃了一顿简单的糌粑晚餐。然后在大岩石背风的一边躺下来睡觉了。罗桑呢，头枕在另一件袍子上马上就睡着了。许多的那个西藏喇嘛和和尚呢，是依照正规的坐姿睡觉的，而罗桑还有其他的那些僧人呢，是躺下来睡的，但是只能靠右侧躺。睡前呢，他最后一眼看到的是米亚唐达普像石像一般坐着。到了早晨呢，第一道光线出现的时候7人就醒了，吃了节省的一餐之后拿起各自的包袱呢，就继续上路。他们走了整整2天终于经过了山脚，进入了真正的山区。不久之后呢，因为要用绳索行走才不至于失散，速度就慢下来。他们派最年轻的罗桑呢，先爬过最危险的裂缝，然后把绳子呢在狭长的石头上绑牢了，这样较重的人才能够安全通过。就这样，他们一钉一锤的继续前进向高山爬去。最后呢，7人就来到了一块巨石之前。米亚汤达普就说呢，翻过这块巨石，再从另一边下去再横过一个小山谷呢，就到洞穴的山脚下了。于是呢，几个人小心翼翼地爬下巨石来到了山谷，沿着湍急的溪边走一直走到几块大石的并排处呢，才使他们能跳石而过。而通过了山谷呢，到达最后的屏障就是一块大岩块。而米亚汤达普就指着一处新的石痕呢，就说看，后来的落石呢，把从前我们爬上去的第一个突触给敲掉了，所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向后退，看看别的地方能不能爬上去了。在找了一条新路之后呢，一行人终于爬上了山顶。所有人上来之后呢，一起进洞。不久之后呢，他们果然发现了米亚唐达普所说的那条隐秘的裂缝。罗桑颇为惊讶地看着四周起初还看不到入口，看到的只是一条暗影，好像只是干枯的水道，或者是一条小地衣。走近之后呢，果然发现石头的表面有一条裂缝。一个大个子喇嘛呢，用肩膀把罗桑推进了石头裂缝里。他逐渐地向里移动，在他的后面，罗桑就听到了比他体积大得多的人在慢慢移动，身体摩擦石壁的声音。再往前走呢，突然大放光明，使他几乎吓得呆住。他就站在墙边看着这里面奇异的景象。这个洞穴里有拉萨大昭寺内殿的2倍大，而且里面特别幽暗。但是这个洞穴里却不同了，这里呢比乌云满月的时候呢还要亮。罗桑仰头看去呢，那些发出光线的球体后边的喇嘛呢挤在他的旁边也都看到了光的来源处。米亚唐达普喇嘛就说从之前的记录上来看，原先这些光还会更亮一些，经过几百个世纪的燃烧呢，光线已经暗淡了许多了。而接下来呢，几个人在远古的洞穴中还发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呢？这里到底又隐藏着什么远古文明的秘密呢？让我们下集再见了。那么好了，故事呢与各位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看过的朋友给个鼓励，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哦。我们会从每期的节目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粉丝观众，免费的奖品呢就是小雨之前在节目中讲过的书籍，以及小唐抱过的娃娃哦。所以一定别忘了精彩的留言哦，没准下个幸运的粉丝就是你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